妻子因相貌丑陋遭丈夫抛弃，她竟选择换上了一张死人的脸皮，并以天下第一美女莫愁的名字再次回到了丈夫的身边。而她的绝世容颜瞬间让妻妾成群的丈夫为之倾倒，而丈夫甚至为了能得到美人的芳心，不惜用鲜花铺路将她娶进了府。前世今生，我嫁了你2次，只有这次才是对的。原来女人是宰相大人的千金赵如是，因楚敌两国纷争不断，宰相将她当作联姻工具嫁给了敌国王子顾昭辉为妻。赵如是听说敌国人都如猛兽一般凶恶，所以在新婚之夜拿着剪刀瑟瑟发抖。顾昭辉没有理会她的害怕，一把掀开了盖头，只一眼，赵如是就被顾昭辉的美貌深深吸引。可顾昭辉却对她不感兴趣。成婚多日，顾昭辉天天在别的女子怀里温香软玉，赵如是伤心欲绝，更恨透了自己这张清冷的脸。心灰意冷之下，她竟跳崖自尽了。幸好得一善良女子相救，那女子正是这世间罕有的画皮师静书。静书不仅会画皮，医术也了得。在她的精心照料下，赵如是终于苏醒了，但她的第一句话却不是感激。我不会感激你，我心一死，你不过是徒劳。静书才不管他怎么想，只要他还活着就行，因为悬崖边上还有一个等着他的死士，只有他活，那死士才能活。到死士一连站了几天几夜晕死过去，被救活过来的赵如是这才见了他一面，而赵如是却从未把他当人一样看待，只是把他当成是自己的一条狗，认为只要略隐一死，家里人便不会知道他还存活在世上。我救得了你的命，就一定救得了你的心，不就是一张脸吗？你嫌这张不美，我就给你换一张美的。不行，我说行就行。可易容换脸本是逆天改命之术，为了救略隐的性命能脱离赵如是的魔爪，画皮师仍是不顾下人的阻拦，答应了给赵如是换张能迷惑男人的脸皮，便将她带到了一处已冰封50年美人皮的库房中。每一张脸皮都是倾国倾城，栩栩如生，而赵如是却选择了一副极为美颜妖丽的一张风尘女子的脸。天下怎会有这样的美人？秋娘的皮相虽好，可是平生却不如意。求人得人，求的就是这副好皮相。一切就都如愿了。为了能重新得到丈夫的爱，赵如是仍是选择了逆天改命，割皮换脸。只见静书给她喝了一碗麻药，在她的脸上比划了几下，拿起一把锋利的杀猪刀，找准位置，毫不犹豫地在赵如是的脸上划了下去。从此赵如是便彻底失去了自己的脸。见自己终于拥有了一张极为美貌的脸皮，她便迫不及待地要夺回丈夫的心。结果刚路过此处，她的美貌瞬间传遍了整个京城，就连妻妾成群的丈夫都拜倒在了她的石榴裙下。终于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爱情，本以为会就此幸福生活下去。然而几天后，宰相大人突然来顾府看望自己的女儿。顾昭辉忐忑不安，因为赵如是已经失踪多日了，他不敢告诉岳父大人。就在他不知如何应对时，一个顶着赵如是脸的女人出现了。夫君万福。哎呀，别！丈夫着急忙慌地把她拉到了岳父面前见，而真正的赵如是却满脸震惊。画皮师明明和她说过脸皮会封存50年，怎么还会出现在别人身上？惶恐不安的她赶紧给画皮师传了消息。真容重现顾府。静书回到密室查看，发现赵如是的脸皮还在。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静书决定去一趟顾府。略隐不放心她，陪她一起去了。静书装扮成婢女的样子去服侍那假王妃，她看到王妃服下了2粒药丸，然后大发雷霆将她赶出去了。静书出去后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她察觉到身后一直有人跟着她，吓得撒腿就逃。可那人已经到了身后，静书回过头看到了一个戴面具的黑衣人，她被黑衣人逼得步步后退，直到退无可退，摔到了井里。静书在水中挣扎想要自救，奈何已经没了力气。这时顾府外的略隐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快速飞入府中，到处寻找静书的身影。看着被大石块压住的井口，他意识到了什么，赶紧上前推开石块，跳入水中，将快要窒息的静书救了上来。好在静书没什么大碍，只是被吓得不轻。他也弄明白了怎么回事。给他易容的画皮师是顶尖的高手，没有原来那张脸，所以需要打碎面骨，重新塑骨。他所忍受的痛苦也是难以想象的。看来是有人想要利用宰相之女这个身份，才会送来一个假王妃。另一边，莫愁不想坐以待毙，直接对上了冒充她的假王妃。你是谁？我是宰相之女，顾府的主女。你是假的。可即便是假的又能怎么样？除了他们没人知道。莫愁既然已经选择了当一个妾室，那就要做好一个妾室的本分。假王妃不仅让她伺候吃饭，还处处羞辱打压她。更令莫愁不安的是，夫君越来越重视那假王妃了。为了独占夫君的宠爱，莫愁竟然假意向王妃示好，然后偷偷在茶里下药，想毒死王妃。没想到却被他识破，还闹到了父亲面前。父亲让人逼他喝下那杯毒茶，莫愁极力反抗。这时顾昭辉来了，护在他面前。宰相大人不想当众让女婿难堪，起身离开了这里。而莫愁被关进了大牢。王妃为了让顾昭辉死心，将莫愁就是赵如是的事情告诉了他，然后逼他想要成就大业，就得杀了莫愁。即使顾昭辉深爱着换皮后的赵如是，可为了能得到宰相大人的权利，能让自己顺利回到自己的国土夺取王位，也只能忍痛默认了此事。当晚他便乔装打扮来到了大牢，而赵如是却将自己割皮换脸的全部经过全告诉了他。我才是你明媒正娶的妻子，是宰
宰相的亲生女儿。本以为丈夫得知真相后会救她出去，没想到她的丈夫竟哄骗她喝下毒酒。不成，不成！就这样，心如死灰的赵如是再一次死在了丈夫的手里。消息很快传到了画皮师静书的耳朵里。为了弥补对赵如是的愧疚，她便让自己的哥哥闯入大牢内，给赵如是的嘴里放了一颗能起死回生的药丸，随后将她送到了一处寺庙里。而她的丈夫却始终对她念念不忘。扮演我的好夫君就这么难吗？可为了能让自己再次回到白帝国，也只能忍辱负重，认下了假千金这个王妃，并借岳父的势力成功回到了自己的国土。怎料刚回到白帝国的边界，顾昭辉就遭到了埋伏，因此也掉下了悬崖。消息很快传到了白帝国，痛失爱子的白帝国王刚下令派人去营救顾昭辉，结果却被其他王子当场解决了此人，并强迫白帝国王传位于他。眼看王位继承人传位于其他人，顾昭辉却安然无恙地出现在了众人跟前，并与假王妃联手成功坐上了白帝国的王位。怎料假王妃却趁机使用迷魂铃控制住了白帝国的大臣，怂恿顾昭辉集结兵队向天楚下起了战书，导致天楚的百姓死伤无数，无家可归，就连赵如是的哥哥也被困入此中。为了拯救天楚的子民，无奈画皮师和掠影只好再次找到了被救活过来的赵如是，帮赵如是偷偷潜入进了白帝国的营帐之中。等顾昭辉进来看见他的那一刻，瞬间泪崩，哭诉自己对他的思念之情。你不走了好吗？留下来，让我好好对你。你的重生，也是我的重生啊！殊不知被伤透心的赵如是早已经看破红尘，对世俗爱情再无一丝眷恋。国主，我是出家人。尽管顾昭辉怎么恳请自己的妻子，希望赵如是能够留下来陪自己，但赵如是却提出了另一个要求，请求他能放了天楚的5万大军和他的哥哥。快给我的莫愁倒茶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你在使唤谁？你疯了吗？看着顾昭辉没出息的样子，气急败坏的假王妃便上前威胁他，表示顾昭辉倘若这时退兵，顾昭辉就会成为白帝国的第一罪人。助他登临王位的人是我，助他名垂史册的人也是我。倘若为了你放走楚军，他就是白帝的罪人，我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。你想都不要想！从此刻起，你的魂魄该烟消云散。就在假王妃要强行解决掉赵如是时，还好关键时刻掠影及时破门而出救下了他，并将俩人给关押在了大牢里。来人呐，快放我们出去！眼看顾昭辉就要病死在大牢里，假王妃只好求助了失散多年的姐姐，并向自己的姐姐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。小金，没想到吧？原来假王妃年幼时，她的母亲仗着父亲的宠爱，设计夺走了正妻的位置，结果没多久父亲就去世，导致她的母亲则变得无依无靠，被正妻赶走了他们母女俩，因此也让萧青从此对自己的姐姐产生了恨意，甚至为了复仇不惜打碎远古，易容成了宰相之女的脸，坐上了敌国的王妃。那又是谁给你换的脸？我可以告诉你，但你拿什么来换？为了得知是谁在背后操控的这一切，姐姐只好让人将牢狱中的顾昭辉给救活了过来。而顾昭辉却始终忘不掉真正的赵如是，便决定答应他放了他的大哥和天楚的5万楚军，准备亲自下一份退兵的诏令。谁知萧金却不允许，因为他早已被自己的主人下了情令制婚丁，若是要违背他的意愿，顾昭辉和他便都会死。无奈萧青只好将顾昭辉迷晕，代替他拒绝了退兵一事。可碍于她是萧英的亲妹妹，虽然众人下不去手杀了他，可为了救天楚的百姓，掠影只好深夜亲自独闯进了白帝国的大军，拼死给被围的天楚军队传递了消息。原来掠影正是皇上失散多年的仁圣太子。伴随着掠影的一声令下，以烟花作为掩盖火箭，将白敌人的军营瞬间射成了筛子，随后又带人攻打进了敌人的大营。伴随着一声声的爆炸声，整个军营内的白敌人全被打了个人仰马翻，瞬间让囚车里的顾昭辉后悔莫及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我要阻止战争！我要阻止他！怎料画皮师刚把顾昭辉放出来，囚车里的萧金就摆脱了束缚，拿起弓箭就要杀了他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还好萧英不惜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画皮师。我是不会让你伤害锦书的，我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昭辉。眼看妹妹执意要杀掉画皮师，萧英不得已只好亲手解决掉了自己的妹妹。我一直以为我应该恨你，你应该恨我，陪你死在这，你没什么不好。阿金。在这一刻，两人也终于冰释前嫌，原谅了彼此。可赶到战场上的顾昭辉无论怎么大喊大叫，却始终无一人听他的话。为了停止两国交战，只见顾昭辉捡起地上的木棍，拼尽全力击鼓大喊：
跪求众人这才停息了战争。可尽管这样，赵如是的哥哥仍是牺牲在了这次的战场中。接受不了的赵如是只好再次放弃了顾昭辉的示爱，选择跟随楚军回到了楚国，并和自己的亲生母亲相认了彼此。而他的父亲明知他才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仍是选择与敌人联手，导致成了楚国的第一罪人，最终也没得个好下场。自此，乐莹也终于坐上了至高无上的皇位，并成功娶到了赫赫有名的画皮师。